歡迎收看關鍵時刻。當全世界都還在關注這一場伊朗戰事什麼時候結束的時候，中國在幹嘛？中國現在在瘋一個東西，養龍蝦。你沒有聽錯，什麼叫養龍蝦？就是你畫面當中看到這個 Open Club，Open Club 它裡面那種小龍蝦非常的可愛，而且他們已經養龍蝦瘋到什麼樣的程度？他們是大街小巷都在瘋養龍蝦。對於中國人來說，它不單單只是用 AI， 使用 AI。它是一場生存之戰。如果這一波風潮，這個東西你沒有學會的話，你就會被中國給淘汰。所以松哥，今天這個養龍蝦到底有多誇張？不單單只是人民在瘋，你看到哦，騰訊已經用了，阿里巴巴、字節跳动這種大廠牌都已經推了，就說大家一起來養龍蝦。對，而且養龍蝦養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呢？是連龍蝦10條。你沒聽到我在講是哦，龍蝦10條這種法律政策都已經出來，但是你說你聽到這個字眼，你看到這個現象，你聞到一股味道，中國難道又要來割韭菜的味道嗎？沒錯，實際上中國現在在興起一股叫養龍蝦。這個養龍蝦來說的話，一般民眾非常熱。這個大公司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也非常熱，另外一個政府也非常熱。那你想說，那到底什麼叫養龍蝦？養龍蝦難道真的是買龍蝦回去養？不是，它是在我們的手機或者在我們的硬體裡面來說裝的一個叫做 Open Cloud 這個軟體。對。那 Open Cloud 這個軟體要做什麼？它其實是個 AI 的助理，也就是說，它可以幫你處理很多事。不，簡單來說，譬如說怎麼樣？譬如說我裝了這個 Open Cloud 之後，我在我的手機裡，我說，請你幫我整理我所有的這個信件，我的信件可能有數萬封，它可以幫你整理完。整理完之後，你幫我挑選出我最重要的10封信，它也幫你挑選出來。它可以幫你做很多工作。它就是你的行動助理。对，它就是助理，一個助理幫你做。所以為什麼中國人要趕快瘋龍蝦？因為很多人擔心說，我不會這個東西的時候，哪一天我就會被市場所淘汰。所以讓中國你看。Open Cloud 養龍蝦成風潮，幾分鐘完成1周工作，打工仔焦慮升級嘛？幾分鐘就完成你1周的工作，那不就這社會這經濟就不需要我了？對，所以那些人很擔心嘛，焦慮啦。我要學會嘛，如果我現在如果工作已經有點不保的時候，那這個所謂的小龍蝦出來的時候，那我怎麼辦？我一定要學會。所以呢，他們現在中國為什麼我們看到那麼多人排在騰訊的门口裡面去這樣？他們要免費裝升級的龍蝦，請你幫我裝，而且你裝了之後呢，稍微裝了之後，一般人其實你這個龍蝦你要把它弄成是你可以會的話，你還要粗淺的 AI 知識，寫程式的知識，他要教你。对，教你之後你還要做什麼？你還要買我們的數據，因為什麼？因為你用 AI 的時候，我們知道 AI 我們處理的時候都有一個流量的限制嘛。对，你要不斷的這個幫你做事情，當然你要買這個更多的數據啊。對，所以騰訊有方案，阿里巴巴有方案，字節跳動有方案，鼓勵大家也來這樣的，所以開始殺價搶客。所以呢，他們也開始在殺價。對，所以他說現在就形成一股所謂中國大家都在瘋龍蝦的一個浪潮，在中國開始席捲。這席捲告訴你什麼？很多年輕人為什麼要去養龍蝦？擔心自己會失業，他們的焦慮潮。這個是中午11點半，這麼多人。對，沒錯，這個時間點是3月6號。3月6號的時候，在騰訊工具下面，他就說免費幫大家。你看，今天騰訊免費幫你安裝這個 Open Cloud，就來的時候，你看人就超多，人超多在那邊排隊，然後大家都在那邊準備要這個安裝這個 Open Cloud，就沒想到大家去的時候傻眼，為什麼？今日的號碼領取已完畢，抱歉就沒有了。這會生氣耶。對，11點開始，對，12點不到，對。號碼牌沒了。實際上，這個 Open Cloud 這個東西呢，對，它不是中國發明的哦，它是一個奧地利的這個專家發明的一個開源。他就說，反正你都可以 download，但你可以寫一些程式來跟它互相的協助。所以這款龍蝦，為什麼這個小龍蝦在中國為什麼正式出圈？因為它成為科技博主口中打工人必備的牛馬助理，就是我是打工仔。比如說，我要幫老闆整理信件，對 ，OK， 那我把它丟進去，他可以幫我整理完。甚至說我是打工仔，我要看所有的這個所謂影片，我要整理出這個重點是什麼，我請他幫我處理，就等於他又是個更強的 AI，而且他可以隨時幫我做，他可以24小時的不間斷的做，所以等於是說我已經是打工仔牛馬，但是他又是我牛馬助理，所以這樣一個東西，所以等於是很多人為什麼要趕快研究？他說擔心今天不研究 Open Cloud， 明天就變成是 AI 時代的文盲。对，所以就有那種 FOMO 情緒，就是害怕錯過。所以他們為什麼開始都要去裝這個 Open Cloud，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所以這樣我就看懂一件事情：為什麼今天11點多就有這麼多人去？號碼牌在12點半已經都秒殺。對，而且你可以看到，來，我們看到這一張圖，它上面寫什麼
公益裝機，哎，又不用錢，對啊，我又不會被社會給淘汰掉。騰訊對我這麼好，我當然要過去啊。對，沒錯，這就是大家的 FOMO 的心態嘛，就我都學一個新的技能啊，哈，就人家就說什麼，急着這個急着這個擁擠 Open Cloud 的人呢，正在焦慮的人，以及已經失業的人，這3個人群呢，大概是高度重疊的，就是你看，就是大家失業就要去這個地方，好，然後你知道他們安裝之後就發現到說 AI 幾分鐘就能完成自己1週的工作。照啊！我跟你講，如果假設這樣的話，你會不會緊張？你當然緊張，所以他們一定要學，就是這樣子啊。尤其是說，它可以提升效率。你知道，甚至在中國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哦，他用 AI 來做什麼？你知道嗎？他用這個 AI 來做什麼？他用 AI 來這個賺錢。怎麼賺錢呢？他譬如說，他就說，請 AI 幫我這個所謂操作股票，就真的就賺錢了。他用 Open Cloud，他可以24小時操作股票，他可以24小時，幫我到美股，幫我到哪裡去操作股票，他就真的賺錢。所以很多人都認為說，這是個發財的機會。好，所以那樣，我跟大家講，這個是不鼓勵大家這樣做，但是的確有人這樣做，有人這樣做的時候就大賺。那他在網絡上這樣講的時候，大家就更想要裝嘛。所以等於是我覺得這也有一種營銷手段了哈。所以也就是因為你看，那現在是變成怎樣？變成是如果你真的是沒辦法自己裝的話，你看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幫你安裝這個 Open Cloud 的1個月前達到1萬人民幣，對，然後普遍大概是5000一次啦，不對，500塊一次，對，500塊一次，然後遠程安裝的時候是50到300塊人民幣哈，然後另外一個目前為止近7天來說37.38塊，那淘寶是50塊，然後這個大家都會下單，它已經紅到有成交的均價，對，沒錯，有600多人下單，這就是很多人教你怎麼做，還有遠端的這個教學的一個狀況。這沒在開玩笑，這個 Open Cloud 安裝下面全部都是。對，沒錯。你看很多人在1個月前有1萬塊，但現在因為教你的人太多了，安裝的太多之後就賺很多錢。好，那我跟他講，那紅到什麼？紅到就是連要安裝 Open， 我跟他講 Open Cloud 要怎麼安裝呢？你要安裝在一個大型主機上面，對，最好它的處理能力非常強。我們一般的手機可能沒辦法用，因為要能夠24小時的跑。對，24小時的跑之後，現在的。這個所謂這個蘋果公司的 Mini，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就變成是大家最愛用的。Mini 反而紅了，對，現在 Mini 反而紅了，對，沒錯，它現在在中國已經缺貨了，因為大家就是為了要用這個所謂 Open Cloud 的話，我就買一台 Mini 主機來。對，那 Mini 主機又可以跟所謂的我們所有蘋果的這個裝置互相的連接，互相連接之後就可以非常好。所以你看 Mini 最近的價格，你看這邊什麼此商品。已經全部都售完，对，秒殺。那你知道吗 ？Mini 最近價格還往上升呢，你看還往上升了。對，他說很多型號往上升。他說這個 Mini 4的這個16 GB 的，還有512GB 的這個版本來說，最新成交價從4950塊上漲到5599塊，對，上漲了649%，漲了13%。然後這個24GB 加1TB 的這個版本，最新的成交價是999，比1個月之前漲了1900%，溢價23%。所以等於連帶的連要裝這個 Open Cloud 的主機，這個最好的主機漲了 ，Mini 的這個主機就大漲特漲。好，那因為很多這個跟 Open Cloud 相關，譬如說像這個中國的這個 Mini Max， 它也幫大家做這個，你有 Open Cloud 這個東西，雖然它股價也大漲，然後什麼優德客啦，然後青雲公司啦、順網公司，這些其實都跟這個 Open Cloud 養龍蝦有關係的，股價都完全大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對，大家都因為 Open Cloud。都賺翻了。對，還有另外一個公司也出來道歉，這是什麼 ？Google 的這個雲公司，他就說什麼尊敬了各位的這個 Cloud 的這個 Cloud Body 的這個用戶，因為 Cloud Body 今天出現這個所謂流量激增的這個登錄還有服務不穩定，所以目前為止來說，這個目前已經完成修復，跟大家抱歉。對，因為什麼？因為大家都要用這個所謂大家騰訊版的這個小龍蝦，在國內公測訪問數量。這個超乎預期，導致核心服務瞬間壓力過大，那我們就不好意思哈，那我們就說我們緊急擴充了10倍的這個容量，那我們我們就說感謝你的用戶的等待的時候，我們就在2026年3月31號前一次贈送5000個 credits， 就是他們的相關的給你它的壁紙這樣的狀況，所以你看玩到什麼？搞到連騰訊雲都宕機掉，你就知道說大家到底是多瘋這個所謂的騰訊小龍蝦的一個狀況，而且是多怕中國網友會生氣，對，表示大家很急，真的要出來道歉的。對，沒錯，當然要道歉啊。為什麼？因為如果你沒辦法用的話，搞不好他一天的這個收入就沒了。好，那我跟他講，為什麼這個 Open Cloud 這麼厲害？我就跟他講，真的，如果你用過的話，你真的很厲害。打開這個平台，因為有很多博主就馬上，中國他們叫博主嘛，他馬上就用入了這個 Open Cloud。他說什麼？他說呢？可以無縫的這個接收這個郵件的訊息，然後它可以讓社群媒體漲粉呢。你可以說，譬如說，正好我跟你講，你現在 IG 人數多少？他說，請你幫我漲粉。
他就會幫你發圖片，幫你做什麼，幫你做什麼，幫你做什麼之後，讓你真的就粉絲漲漲。他等於是他可以幫你貼你的照片，前提是你要開放你的權限，对，他就可以幫你做到。他還可以幫我經營我的人設，幫我增加粉絲。沒錯，他還可以幫你寫稿怎麼樣，然後他會問你說我這樣做好不好？這樣哈，那你可以說好，那就可以幫你完成這樣的任務。他甚至還什麼？還有人在隔夜在交易中自動完成這個資產的獲利，就真的啊。但是問題是，我跟你講，這個不行。這個千萬大家不要這樣做，因為什麼？因為你要這個交易的時候，你必須把你的憑證交給他。對，他有你的憑證之後，他就可以下單。對，比如說，如果你有開美股，你有開台股，又開這個陸股，他可以幫你同時在那邊下單，幫你賺錢。但問題是，他就知道你的賬號跟知道你的密碼，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我們並不鼓勵大家這樣做，這目前為止是有風險的。但是的確有人這樣賺錢的。雖然說你睡着的時候，他還幫你增錢養家。Open Cloud 的核心亮點是什麼？Open Cloud 會根據過往的內容主動草擬草稿，還有提醒你，然後不是被動等待指令。簡單來說，我們如果看過這個所謂的這個復仇者聯盟，這個所謂湯尼史塔克就是鋼鐵人，對，他不是有個 Jarvis， 對，他就是類似 Jarvis。哦，他直接可以跟你說，今天趙我跟你講，你今天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他可以提醒你，不是我們過去在对 OpenAI 是我們問他答，对不對？他未來是他可以主动提醒你，他可以提醒你說，如果你下給他指令說，請你每天提醒我的行程，你如果我有漏掉的時候，你就提醒我，他甚至就會提醒你，趙爾，你這個3點是不是該幹什麼啊？你要趕快去啊！他等於就是我的小秘書。對，沒錯。你今天吃藥了嗎？你吃晚餐的時間到了，記得你吃晚餐前就要吃2顆降血壓的藥哦。他都會跟你講，而且還可以提醒你。好，那甚至還有一個嘛，串聯很多種辦公室的軟體，也就是說，你就知道說，我們可能有時候用 Excel 做表，有時候用這個所謂的微軟的這個文書處理做圖，它可以把它互相串聯。反正我就說，你幫我把這些做成一個非常好看的 PowerPoint，它直接幫你做成的。小米馬上也推出一個，你看它的智慧家居，对，因為什麼？因為它也可以，你只要有主機跟小米連接，小米的這個所有的家電連接串聯在一起之後，你就可以控制這個家庭。对，比如說假設了 AKB 要來台灣演唱，他什麼時候開賣，我根本忘記，他馬上可以提醒你。好。然後還有關聯查訪當天的這個哪時候有會議啦，然後查天氣啦，然後算到家的這個通勤的什麼，它完全都可以讓你知道非常清楚啊。你看哦，他還把這種 sample 都直接拿來嘍。對，他說什麼？有什麼想試的，隨時說。他說我半小時後我要帶我的朋友回家，對不對？然後你什麼家裡要準備一下。熱烈歡迎一下我這一位的朋友，對，沒錯，還有熱烈歡迎的那種。他說好，家裡現在 P10還在掃地機器人就出去了。好，我們現在我們家裡是什麼樣？他還會回報哦。對，窗簾還開着，是通風的哦。淨化器都還開着，是所謂的空氣清淨機也開着。好，半小時內我就掃完了，我給你這個稍微安排一下哈。所以之後門鎖開門之後會觸發這些軟體，等於說你今天要準備帶朋友回去之前，是我還要多久時間可以把你家裡打掃得漂漂亮亮？你可以回來，是完美的回家。對，那這要怎麼配合？這要第一個就是說你可能要有 camera， 對不對 ？camera 都我可以讀取你家中的所有的 camera， 那我可以讀取你所有的這個，我可以自己去控制所有的東西。所以你要把很多的開放權開放給這個 Open Cloud， 就是這樣。那我剛才不是講嗎？有人把它拿來當成這個操作股票。我就必須要把我所有的股票的密碼跟什麼都給他，甚至還有人說什麼，甚至還有人說什麼，還有人就說，那請你幫我安排一個，我要到日本去玩，那你要幫我把日本去玩的飯店什麼什麼票全部都訂好，訂好之後跟我講，所以你要把你的這個信用卡什麼東西都要給他，護照號碼也對，都要給他，所以這會陷入一個什麼狀況？你可能未來的資安會有非常大的問題。好，那這時候呢，你就看到一個很詭異的這個狀況哦，就沒想到中國的這個官方就說，你看這是深圳市，這個關於人工智慧的這個部署的這個相關的意見，他就說我跟你講，如果你免費部署的這個 Open Cloud 的話，我們符合條件的項目可以獲得200萬人民幣的補貼，又是補貼，又是我們最熟悉的補貼。對，沒有錯。然後你最新落戶的企業可以享受2個月的這個免費的住宿，還有18個月的這個辦公室的這個優惠。然後對這些所謂的小公司的這個營運呢，每年提高這個最高400萬元。然後他們還有什麼種子基金？然後反正你只要是針對 OpenAI 來這個研發的，我們都會獎勵你。好，那甚至連這個江蘇也是一樣。那另外一個这個深圳江蘇也是一樣，他們也是說從人才到安全的這個支持，我們要支持500萬。所以你看，連
深圳、江蘇大家都去，他們完全支持什麼？養龍蝦12條，我們跟上。對，為什麼？因為大家都知道說養龍蝦是現在的這個潮流，所以你看，連地方政府都加入了這個養龍蝦的這個行列。好，那我剛才講，甚至還有什麼？你看這個福田市，深圳福田區，他就說，因為大家要養龍蝦，所以他馬上就看有一個政務龍蝦，他弄出了一個政務龍蝦。那政務龍蝦就是上綱，它什麼？它可以分析，它这個服務人員可以24小时工作，然後過去审一天的材料，它幾分鐘就能夠看完，還能生成報告。那我剛才不是講嗎？它有爭議就是安全問題嘛。譬如說我們剛才講的小米家庭，對，它等於是把你家庭的所有的東西，它都知道。你有我家的攝影機，你有我家的窗簾，你有我的冰箱，对，你有我的開門鎖，對。那你只要今天這個東西只要給人家出去，只要有人想要去盜用，是。他就幫他開門了。所以趙爾，你知道為什麼中國官方要鼓勵養龍蝦？因為這些數據到最後會到中國的手上。那所以你看，我們過去政府只能夠掌控你的影像，对，掌控你的聲音。未來如果真的大家都在養龍蝦的時候，搞不好他可以掌握你家裡的所有東西，他可以掌握你的密碼，掌握所有東西他都可以掌握。所以才說太可怕了啦！這就是 AI 的發展。我們必須是說 AI 發展到我們可能都已經開始要害怕 AI 的階段。好，那我們來講，那是政府可能要割韭菜，那是未來。對，未來他要割我們所有的資料的這個韭菜。現在要割韭菜是誰？割韭菜是雲端伺服器的公司。好，我跟他講，因為你要開着這個 AI 的時候，你要24小時開着它。24小時開着它，如果我們有用過 OpenAI 或什麼都知道，它有使用的上限啊。对，使用上限的時候，你要無限制使用，你要怎樣花錢？对，你要買這個容量。所以你看，它現在就開始說，你看，他說本身安裝 OpenCloud 是免費的，但是趙和啊，我跟你講啊，運行需要租用這個雲端伺服器啦。然後我們這個騰訊雲的2核心的2G 的輕量級的伺服器活動價每年是99塊人民幣，折合新台幣是455塊，然後2核的這個4G 版本是188塊，折合新台幣是864塊，你可以用啦。然後那個99套餐重磅延期，福利再延一年，反正現在各式各樣的你要出雲端伺服器啊，你才能夠24小時用你這個 mini 啊，你不用的話，趙爾你要不要賺錢？他們現在正在尬，对他們這完全現在開始在卷。騰訊有他們的費用，就阿里雲也有自己的費用，大家都有他的費用，對。那大家都當然降價嘛，這個很多包括說什麼百度啦，或者什麼火山引擎、京東一大堆都來，所以現在都是這樣子，這樣殺，不斷的殺之後，你看大家都完全在割這些韭菜。對。那我就說，如果你要這個 Open Cloud 的話，你就一定要去有一個這個相關的這個所謂的相關的這個雲伺服器。對，沒錯。那這到底什麼成果？高成本跟高風險。因為為什麼？因為數百萬的 token 價格從幾美元到20-30美元不等，因為事實上收費是非常非常貴的哈。那有人就開始算，他就算說，僅搜尋資料生成一個2000字的文字檔，就要耗費約莫700萬個 token。測試一個簡單的這個所謂的試驗，更要花到2900萬個 token。所以他就說，他在 Open Cloud 上面的開銷每天超過100塊美金，但是根本就沒有賺那麼多錢。所以等於是說呢，現在的這種所謂營銷的手段是先讓你買了這些所謂數據之後，你用，但事實上是沒有產生足夠。我以為我可以賺錢，你給我編了一個泡泡，對，給我個夢，跟我講說我可以賺錢，所以我用。是，但其實什麼，我賠的會越多。對，為什麼不會賺錢？因為你不敢把那些權限開放給他。假設你真的膽敢把那些所謂的金融數據那些開放給他，或許他可以真的幫你賺錢。那真的太可怕。我們剛剛看到所有騰訊在外面說什麼公益安裝的，根本就是話術，根本一大堆人都上了他們的當，都要變成韭菜了。因為這樣講啦，它販賣一種恐懼感，就是如果你未來要跟上世界潮流，你就要養龍蝦。那養龍蝦之後呢，趙爾，如果你怕工作喪失，養個龍蝦，養龍蝦之後，請你買這個套餐，買這個套餐之後，你再繼續去玩的時候，其實你在無形中就會耗費非常大的數據，耗費大量的數據，你就先繳錢，就這樣。所以你未賺錢之前，你先花錢。這就是第一個割韭菜的方法。第二個割韭菜的方法，假設你未來真的膽敢把你所有資訊上繳的時候，中央再來把這些資訊割韭菜。所以來說，其實 AI 某些程度來說的話，當然它可以改變人類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真的讓這些 AI 落到一些不該擁有的人的手上的時候，其實它也是蠻危險的一件事。宇軒，我們剛剛講為什麼這一些中國人要是說我一定要用這個 Open Cloud。今天被 AI 取代的話，我真的會完蛋，這是我的生存之戰。對，你看到我們現在最新畫面是這是廣東的東莞市，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OPPO 廠，結果這 OPPO 廠裡面過去
要很多的工人來處理這一種所謂的 OPPO 手機的東西，但现在整個自動化後，只要6名工人。差太多了，直接工人都被取代掉。照我刚才聽完世聰哥，我突然想到過去有一個故事啊，美國跟俄國當時在這個冷戰期呢，透過太空競賽把俄羅斯的足足的礦變把他們國家給搞垮了。結果現在呢，中國感覺是進入到同樣的套路。為什麼會這樣講？因為我們在講中國竭盡所能在研發 AI， 但 AI 它有一個本質，所謂的 agent 就是它要取代人力。所以你仔細看。這是中國製造業的相關數據，對，他們的電池，也就是所謂的高科技產業，的確沿路往上衝，但是已經到了所謂的高原瓶頸。他們的用車，他們的基體電路，通通成長，但是可怕的事情來了，這是他們的服務業，你會發現開始逐年的下滑。這是他們的玩具業、零售業，原本是最可怕的產業，全部都下滑，連家具業呢都持平。所以現在普遍，這才是中國。你如果認為它還有14億人口。可能占了超過90%的人都是靠這些吃飯的，結果每個人都苦哈哈。所以對於就業市場呢，目前的悲觀情緒指數，這個倒是往上漲，一路到了將近快要5%以及6%，甚至連他們的工資呢都創下了歷年以來的呢將近除了 COVID-19 之外的新低期。所以在這個前提跟狀況之下，比如說我們將近快要20個工人，對不對？來做這個生產線，那大概3天才能夠完成整隻手機，包括它的印刷電路板的一個關鍵零組件的組裝。現在仰賴着 AI 之後，不好意思，只要6個人，對，然後呢，只要12個小時。那照我問你看哦，他是怎麼形容？他說一進去之後，發現一排排機器嗡嗡作響，只有少數工人在安靜的走動。如今這裡的機器人只需要12小時就能從零開始製造一部手機，它已經完全的取代過去的工人。那照我問一件事情，那14個工人去哪裡呢？很簡單啊，失業就沒工作，回家吃自己了。那為什麼我說這會搞垮中國？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中國的老百姓大部分呢超過3成4成工作都被取代失業，經濟狀況不好時候，那不是變伊朗跟委內瑞拉的翻版嗎？來，現在這個狀況越來越嚴重。比如說我們舉物流公司為例，我覺得這些人都非常辛苦。以前中國最喜歡講的是什麼？大國名將，也就是呢，這每一個生產線呢，這都叫鬼影快手。你看啊，這個奪命流水線，你看哦，他在掃 QR code，對，他的手工堪比機械。你看一個哔哔哔哔哔哔哔，你以為他是這樣快刀斬亂麻？結果他每一個產品哦，我們用肉眼看不出來，但他都逼到了。那這個一樣夺命流水線，你有沒有看到他們雙手都在幹嘛？在檢測這個瓶蓋，把這個瓶蓋的拔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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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拔，一直拔，一直拔，有沒有？然後呢，檢測之後呢，我們講了，拔下來就往籃子裡面丟。這個肉眼的速度跟他的手速，這堪稱傳奇。甚至是呢，它有所謂的擺模具的，這模具是什麼呢？它只是塑膠會一直過來，這太厲害了吧？有沒有看到？然後他開始呢，先把那個填裝，然後呢粘那個粘膠，粘完之後，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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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好之後呢，然後你看放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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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說他們是分工合作，以及呢把相關的這種我們講工業用的這種產品模具先擺出來，然後幹嘛？然後後面的人把相關的機裡面的內裝啪啪啪啪一個一個把它放上去。但我跟你講，這些工作全部都沒有了。未來全部都跟 OPPO 手機一樣，都變成機械式，都变成自動化。但是最嚴重的是什麼呢？你領低薪就算了，他還要折磨你來。你知道他們在幹嘛？知道？他們在體測。你只要不合格的話呢，你就會被趕走。甚至是他還跟你講說要喊口號，喊什麼口號呢？他喊的口號呢，就跟你講說，你們這些人啊，這叫牛馬訓練，就是我們的牛跟馬。你如果沒有按部就班的話呢，就掛。所以你知道嗎？這張表，這是外媒所統計出來的。中國現在各地的社會的動盪指數，真的是你看哦，每一個西藏、四川、重慶、貴州、湖南都往上飆，雲南、廣西。但最可怕的在哪裡？我們剛才講到的，中國製造業出口最大的省份，甚至它出口的量可以堪比一個國家。來，廣東，對，從477，這是抗疫件數哦，拉到566。現在整個社會對我這麼不公平，我每天這麼辛苦，然後你的 AI、你的機器人、你的自動化要取代我。讓廣東整個爆了。對，那因為廣東是製造業最密集的地方，激增40%。我跟你講，這個數字全國只會越來越上升。對，甚至是你看哦，我們就舉廣東為例。對，有一個老百姓，你知道慘是什麼？有工作就算了，
重點是什麼呢？工作完之後拿不到錢，就你看他直接一腳跟那個斯巴達勇士直接把門給踹飛，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過完一個年尾的時候呢，回來之後，發現說自己的工資拿不到，然後呢，老闆人也不在，你看办公室都是空的，所以他氣到已经无能為力，等於做白工，開始把门給踹掉，甚至是呢有這種環衛的工人他們就罷工，為什麼呢？這是跟市政府有關，這是公家機關的鐵飯碗，他們抗議是薪水又被降到說一個月可能我們講了扣掉他們的社保，只剩下幾百塊人民幣，根本呢就沒辦法過活。然後連廣東的這種肇慶市更慘，本來老闆說趙好過年好好回家，安心陪家人，回家放個假。就等到你回來之後呢，公司都沒了，老闆都跑路了，廠房都空了，对，你騙我，卷鋪子跑了。但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麼？是習近平說的話，因為習近平竟然对於廣東現在這普遍的成長放緩，他說放緩是能夠接受的。他說只要呢機器人跟3D 列印能夠逆勢成長，逐漸的往上，成長率40%，整體經濟的緩慢那是沒有關係的。但我問各位一個問題：機器人跟3D 列印大幅度的上漲，然後汽車的營收也跟着上漲，這個他說可以創造6萬個就業機會。但是你知道有多少個就業機會消失嗎？150萬，可能150萬的這種勞工會被這6萬個幹掉。但我想，那幹掉之後，那很簡單啊。我們剛剛看了非常非常多那種自动化、那種 AI、那種机器人，将來就会取代這麼多。結果習近平還繼續幹下去，對啊，那不就把中國人往火裡推嗎？因為中國現在我們講進退兩難啊，他不拼 AI 的話，會不會被美國幹掉？他認為會，所以跟當年的太空競賽一樣，他很害怕啊。但是呢，我們講若不弄的話，持續原地踏步；弄的話，可能會官逼民反，到時候民眾經濟整個崩潰。但是呢，弄也不是，不弄也不是。所以我跟你講，中國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死胡同，也就是他被美國像是我們講的趕着牛一樣，不斷的在往前的想要去衝刺自己的 AI， 但是對於衝刺到終點的結果，恐怕只是死路一條。瑞哥，現在對於習近平來說，內外的壓力都非常大。內的部分，你剛剛看到這種 AI， 這種 Open Cloud， 還有這種所謂高失業率，已經讓他壓力非常大。外還有什麼？除了美國壓力之外，邪惡軸心那些盟友們的壓力。想說為什麼？因為現在的習近平似乎已經不受這些邪惡軸心盟友的待見，其中一個是什麼？因為在這個委內瑞拉赛的戰事跟伊朗的戰事上面，我看見一件事情：你中國的武器完全不堪用，不堪用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原本紅旗9B要在伊朗嘛，結果被打爛之後，原本跟他買的摩洛哥是要買紅旗9，現在跟中國講什麼？我不買了，你的東西也太爛了，我乾脆去跟以色列、跟美國買，我還比較實際的。那麼中共这個最尷尬的事情是去年中國的軍火外銷本來表現得不錯，為什麼呢？它已經去年是全世界第5大的這個武器出口國不過現在面臨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實戰。因為在實戰的這個經驗裡面呢，你中共現在證實運送了3套的這個紅旗9B 的那麼遠程的這個防空系統呢，給了伊朗嘛。那在實戰裡面沒有發揮任何的功用嘛，因為這一套直接，而且我覺得美國人很壞，為什麼？他在炸掉你紅旗9B 的相關的防空系統的時候，他還公布了炸你的這個影像，對不對？那麼直接靠近的時候把你給炸掉端掉，而且那個飛彈一看就是紅旗9B 的飛彈嘛。把你炸掉了以後，那我請問你，他這一炸，美國這實戰一炸了以後呢，就讓所有購買紅旗9B的這些國家是不是膽戰心驚啊？對，因為你沒有用嘛。那誰有呢？就讓北非的一個跟這場戰爭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摩洛哥捲入其中了。對，因為摩洛哥在2017年的時候呢，向中共下了訂單，要買4套的紅旗9B或者是說它前身叫紅旗9E就對了。這個外銷版的相關的這個防空系統嘛，那其中有一套已經交了。當時，那麼這一套紅旗9B那個相關的防空系統呢，在交的時候，中共是敲鑼又打鼓，然後呢新聞做得非常的大，又說那麼來自於卡薩布蘭加，來自於摩洛哥，那麼他接收了中國第1套的這個紅旗9B呢，那麼它的防空、它的空防呢，即將獲得完美的這個等於說捍衛，當時是這樣說的嘛。你看他說什麼？用着放心，沒錯，交給我們。沒問題的。那麼當時放了以後呢，還打算要護衛他們重要的軍事基地的安全嘛。
那現在在實戰經驗裡面就發現你根本不堪一擊嘛。不過摩洛哥當局顯然事先就有所防範，為什麼？他在這一套的這個紅旗9 B 呢交貨了以後，他立刻向2個國家先後下單。他向哪2個國家下單呢？首先，他向美國下單了愛國者3型的這個防空系統，也跟美國買了600枚的刺針飛彈。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的防空非常的重要，只靠中國是不可靠的，所以呢，我要靠實戰經驗最多的美國嘛，所以我有600枚的刺針飛彈，我也有這個愛國者3型飛彈，這樣還不夠，他還另外跟以色列也買了一套相關的這個等於說那個相關的防空系統，我覺得他非常有那個腦筋，為什麼？他跟以色列買的不是只有一整套的防空系統之外，他另外花了10億美元，大概有300多億台幣。另外，跟以色列的航太公司買了13枚的間諜衛星。你知道這13枚的間諜衛星做什麼用的？我們都只知道，那麼以色列的這個鐵穹系統啊，它是攔截到了以後，不是各式各樣的飛彈上去攔截嗎？你不知道的是，還包括天上的間諜衛星。对，所以天上的間諜衛星幫它監控着，當有外地的那個火箭彈呢，或者飛彈過來的時候，它老早就已經等了。摩洛哥連這個都買啊，所以摩洛哥可能打從心裡面有點質疑這個紅旗9 B 嘛。所以現在呢，紅旗9 B 在戰場上搞成這樣，3套，那麼還是送給伊朗的，搞成這樣，那摩洛哥也在考慮。另外那3套我不要了，拿回去給你，你的武器這麼爛，我不要了。我覺得中共還很糗，為什麼呢？因為呢，金小胖啊，我們已經有段時間比較少討論這個金小胖。對，金小胖呢幹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麼，趙，我問你，如果有人發賀電給你，是不是在你心目中地位越崇高的，我越快回答他？當然，理論上是這樣嘛。當然，因為老大哥，你知道我心目中的輩分是最崇高的，跟一般般的，但不一樣嘛。結果，在這個金正恩呢，因為他連任了勞動黨的這個等於說那個勞動黨的主席嘛，那個總書記嘛，所以呢，他在2月24號的時候，同時收到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就習近平的賀電，也收到了來自於越共總書記的賀電。對，他同一時間收到，都是2月24號。但是他在3月6號的時候呢，回復了越南共產黨的總書記。3月6號回復哦，他到3月10號晚了整整4天了以後，才回復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晚了4天呢。4天呢，你不要跟我講說啊，那他在字斟句酌，因為習近平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他字斟句酌，那個瞎到底亂說個。事實上，他回復給越南總書記的內容，跟回復給中共總書記內容差不多。越南反而先收到了，這不是講金小胖也看不起習近平了嗎？因為我們都知道，過去事實上呢，那麼對這個等於說啊，那麼這個北朝鮮來講啊，老共的位置、老共的地位是贏過這個所謂俄羅斯的嘛。但是自從老共在這個所謂的石油禁運啊等等制裁等等啊，那麼響應聯合國對這個金正恩來講，他非常的憤怒跟生氣啊。而金正恩把好幾萬名的這個朝鮮的特種部隊派到烏克蘭的戰場去嘛，那用這些人命去換到什麼？換到錢。換到糧食，也換到包括無人機的技術跟部分這個相關的潛艇的技術嘛。對金小胖來講，他本來是非常窮的，然後科技非常落後。他因為這個派戰場去了以後，他反而現在普丁在他心目中是 OK 的嘛。對。所以呢，為什麼兩個本來是地位是這樣，怎麼反過來現在變成普丁的地位？不要說普丁了，現在連越共的地位都已經高過了習近平。所以對習近平來講，這絕對是一個壞消息。這邊看到這個人最好笑的是誰？李在明，人家美軍要把薩德給撤走了，撤走的時候，現在李在明那邊哭天喊地，拜託不要撤，不要撤。美國完全沒有理他，誰理你了啊？自從李在明取代了這個尹錫悅，成為韓國的新的總統之後呢，那我們知道在朝鮮半島一直有這個所謂的薩德反導系統。薩德反導系統它是包括愛國者飛彈，還有薩德的整個戰區終端飛彈的這個反導系統在內，主要是戰區終端的這個反導。那它一直部署在這個韓國的新中基地。那最近呢，韓國政府的這個很多的這個消息人士就講，你看到畫面上很多的包括這個美軍的
C5銀河，它銀河運輸機，它是等於是美軍現役當中最大的哦，它可以載124000多哦，將近125000的公斤的這樣的一個載重量的一個超級大的運輸機，還有包括 C17的環球霸王運輸機 ，C17它也可以載76000多公斤的這樣的一個這個負重，也可以這樣的一個這個運輸的能量非常大。最近都被看到說，它在這個韓國，尤其是愛國者反導系統哦，一批啊 C5是大概上個月底28號，後來28號3月2號就看到分批的就飛走了。那 C17呢，接着在上禮拜，從上禮拜2、禮拜3、禮拜4都有看到，也慢慢後來就飛走了。那你想，陸陸續續那麼頻繁，飛到了烏山基地，然後沒多久又飛走了，他是在幹嘛？去那邊韓國義勇嗎？或是軍事演訓？還沒有，演訓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他據說就是把愛國者飛彈，還有薩德的這個反導系統，把之前這些地方的這個部署的防空飛彈系統，他開始要轉移到中東地區。對，那轉移到中東地區，當然啦，韓國當然政府會，李在明當然急啦。對啊，結果你看哦，朝鮮日報怎麼說？李在明說什麼？駐韓美軍調走防空武器，反對。但是難以貫徹，我有去抗議啊，但是抗議是無效的啊。李在明上台之後，他就大幅度修正了這個親美路線，美國已經對他有點感冒了。那現在他把這個薩德反導系統調走，又剛剛好而已。為什麼？因為你開始又不靠美國了，又不希望親近美國，再加上這個防空武器薩德反導系統啊，又不是你韓國國防部買的，對，它是驻韓美軍在用的，只是部署在你朝鮮半島。幾年前發生的這個薩德要部署在朝鮮半島事件，引起中國大陸抗議，對不对？沒錯，但是那個時候呢，是部署在駐韓美軍要用的。今天駐韓美軍要撤走或者是轉移，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權利。所以李在明講到重點。他說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這個權利，他們難以貫徹，是說我沒有辦法說服美國人說你不要把這些東西移走。所以他雖然表態反對，但沒辦法阻止了這個美國啊。但你再看韓國的國防部跟這個駐韓美軍司令部之間，好像最近有一些局域，主要就在於在3月9號到3月19號的2026的自由護盾的這個韓美的這個聯合軍演哦，要開始這個進行了。可是沒想到呢，它的有一些場次，包括這個野外機動的訓練。之前往年是51場，今年只有22場，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3月9號開始舉行之前，韓方竟然跟駐韓美軍說：“哦，我們調整一些，把這些這個演習分散到全年1月到12月來進行嘛。”就是李在明要的啊。對，那為什麼要這樣？因為3月底不是川普要去這個訪問中國大陸嗎？他就想說，可以借機順便是不是也可以跟這個北韓這方面朝鮮聯絡一下，在美國的協調之下。韓國兩韓可以這個稍微拉近一點。那後來韓國國防部就片面發新聞稿說啊，駐韓美軍司令部說來不及了，有跟我們說道歉。可駐韓美軍司令部過不久又對媒體說打臉說哪有，我們不需要調整啊。那既然沒有要調整，我幹嘛要跟韓國國防部道歉？對，所以到底誰講的是真的？各執一詞變了羅生門。但我相信老美也不會隨便唬爛，所以你就知道這樣的一個演習也改了，所以變成說。這樣的美國跟韓國的關係還能夠這樣子順利的進行下去嗎？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浩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